Wendy 你好，歡迎來到我們這期節目。你好，13。那麼我今天請到了 Wendy，是我們13心理診所紐約分部的心理諮詢師。今天我會和 Wendy 一起聊一下親密感情、親密關係相關的議題。我想先問一下 Wendy， 你在工作當中碰到的這種年輕的也好，或者各個年齡段的人群也好，他們的情感議題通過這個他們有情感議題，然後來找心理諮詢，這種情況多嗎？還是感覺很普遍的，因為覺得好像一個 client 他只要出現在這個 session 中，他可能或多或少，因為關係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感覺好像大家就無論他聊什麼話題，然后他都會跟關係就是有一定的關係。對，其實就是說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都逃不開情感關係、人際關係相關的一個話題，對吧？對。而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當中的人際關係裡面，家庭關係又是很大的一個方面。這個可以包括我們跟父母的關係、跟子女的關係，當然很重要的一個是跟我們伴侶的關係。对对，就是大家一般通常可能在討論自己的親密關係，然後或者 date 的經歷的時候，都一定也會提到自己和就是 family 的一種家庭的關係。對。那我比較好奇，如果大家進來找諮詢師談論自己的親密關係的議題，一般比較常見的親密關係的困惑可能會有哪些？就是比如說在咱們就以紐約這個特定的地方為例，然後感覺在紐約這個大城市中呢，大家一般對於親密關係一方面他可能會覺得說紐約人很多，然後他就需要去好像不停的去認識一些新的人，然後尤其是如果單身的一些人的話，他要是 date， 他就會一直在這個 date 的過程中，就好像大家很难一下子找到一個非常滿意的人。就是約會的時長你要約很多很多的人，大家不太容易想要定下來。对，有些來訪他可能就會提到說，他覺得約會好累，就是你要不停的認識新的人，然後不停的去了解新的人，然後可能認識這個新的人帶來的體驗也不一樣。然後有些人他可能會讓你覺得更開心一些，然後他會有一些 support，但是可能其他更多的時候，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 date 的過程也挺消耗的，因為會遇到一些人呈現出來各種各樣的問題吧。對，就是我們的在約會過程中，對吧？你怎麼能夠篩選出合適你的人？你怎麼知道這個人是來，就是在這個感情的拉扯過程中，到底是一種更消耗的感覺，還是一種滋養你的感覺？對，就是拉扯這個詞非常的貼切。對，比如說有一些來訪者，然後他們就會跟我說，就是我認識了一個人，或者說他們已經在一個關係裡，但是他們會對於這個對象就是有很矛盾的一種看法。就他會說這個人他有這樣那樣的優點，他是什麼樣的人，但是同時就是他有一些就是非常不可接受的一些點，然後這個就是會讓人非常的 confusing， 就覺得說我到底應該跟他是 move forward 還是 cut off， 然後 move forward 又覺得心有不甘，cut off 又覺得心有不捨，所以就很糾結很矛盾。這個感覺是約會當中的一個常態耶，就是你這個關係對吧，有自己很喜歡的地方，也有自己覺得 red flag 的地方。那麼這個關係我到底是該留着還是往前走？而且有些人因為恐懼而卡在一個關係裡面，他覺得我萬一離開了這個人，我要找不到更好的怎麼辦？那是不是我就將就着去試着容忍他的這些缺點，或者是這個試着希望這個人會改變？對，我覺得這確實是就是我之前一起工作的很多的 client 的一種狀態。他們就 exactly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人可能有一些的我不滿意的地方，但是他會說那我擔心我在紐約就是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怎麼辦？然後對於這種不確定性的一種恐懼。其實在我住在舊金山硅谷嘛，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大家在戀愛當中，我覺得這都是共性，不管你在哪一個約會市場，可能人的這個背景學識對吧，人品各方面性格不太一樣，但是其實
在這種關係當中的拉扯和糾結是相通的。那這裡我就想問一下，你覺得我們人和人約會當中，關係當中的一些要注意的警示信號有可能是什麼呢？我覺得首先一个很關鍵的，也是很 foundational 的一個基礎，而且也是我自己在生活中會實踐的一個點，就是看這個對方他是不是一個真誠的人。真誠。對，因為真誠可能就是無論他說什麼，或者他呈現出來什麼狀態，但是如果這些都是假的話，他就相當於 makes no sense 了。所以可能最起碼就是當我們跟一個人去交往的時候，就是我們希望說我是在跟一個真實的人去溝通的。對，這個真的很重要。我記得在網上我以前也看到過一些這樣的故事。就是有的人一開始約會的時候，覺得都很好，對吧？對方呈現出來的材料啊，他的背景啊，他說的都很棒。結果約會進行到已經非常認真的地步了，對方突然告訴你，其實我之前告訴你的什麼信息，是假的，或者說我隱瞞了你某些事情。最離譜的我聽說的，也不能說最離譜，例如說有的人就已經到了1-2年的一個約會的時間節點了，都在考慮談婚論嫁了，結果對方突然說其實我結過婚，我還有一個孩子，我之前一直沒有告訴你。對，在關係裡感覺有時候有些人他可能一開始就會部分的或者說隱瞞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是，這個真的就是真誠很大的打了一個折扣嘛，對吧？那之後我覺得真誠這個東西會極大的影響親密關係當中的信任感。而親密關係當中的信任感一旦破裂了，想要再重新去構建它，還是蠻困難的一件事情。我覺得大家有時候就是隱瞞一部分，或者說去說一些謊，比較 interest 的地方在於他們是隱藏一部分，就是他們是不是說我完全是假的，完全是假的可能是殺豬盤這種騙局，對，也要小心殺豬盤，對，完全是假的，可能大家發現之後就會知道這個事情它就是個騙局，但是就可能很令人覺得很困惑，或者說很 challenging 的，就是有些人他是就真假參半，然後他真的地方又非常的真誠，然後又讓人就是覺得很心動，然後覺得很有這種連結的感覺。但是在這種真的同時，他又隱瞞一些可能這個 partner 他不太能接受的點。所以就會導致非常的糾結。對啊，尤其是你如果感情已經建立了，人的內心是很柔軟的嘛。你一旦跟這個人相識了很久，你感情建立了，投入了很深，然後突然發現他跟你講過的一些東西是真假參半的，或者又隱瞞了一些很重要的，你自己覺得是你自己底線的一些事情，你不能接受的。這種時候，其實內心的拉扯感可能很強。對。或者說一方面是這個伴侶他告訴你的他隱瞞的部分，然後另一種可能就是在相處的過程中，然後我自己通過觀察，我發現這個人有很多言行不一的地方，或者說他說自己是這樣的，但他其實表現出來的在一些細節上面就是完全不一樣的一種狀態。對，是的。剛才我們提到了真誠，對吧？真誠感覺不光是用嘴說的，聽起來溫蒂也建議大家去很仔細的去觀察對方的言行舉止是不是如一的。這個就讓我想起我們之前在跟大家科普 PUA 這個行為的時候，其實這裡面也有很多這個關係當中的警示信號 red flag， 對吧？其中比如說我們要觀察這個人他在外面吃飯的時候，他對於那些服務人員的態度如何。這其實也是通過這種很小的舉動，你可以大概的去觀察這個人的一些品性，他怎麼去對待他人，他怎麼去對待別人為他提供的服務，他有沒有這個感恩的言行舉止，或者他怎麼去對待他的父母，對吧？尤其是在你們還在約會的時候，如果他跟他的父母都不怎麼聯繫，或者說起他的父母都是一種非常負面的方式的話，那麼他會以後怎麼去面對你們的關係，這個也是需要去思考的一個事情。對，就覺得很多人他可能他幹一件事情的方式，也是他做很多事情的方式。就如果一個人他在 somehow 的表演，或者說他不是特別真誠的話，
他這個狀態通常也是一個相对来說就沒有辦法一直持續下去的狀態吧。对对，所以一般其實可能有时候我也會鼓勵一些來訪，就是說你先不要着急，就先觀察一段時間。是，對，因為確實很多時候我們談戀愛的前6個月可能還是在蜜月期，大家的荷爾蒙啊各方面，對吧，激素啊還是很上頭的階段，這個時候就是很多的科學研究也是發現我們特別容易忽略對方的一些問題，而且我們自己也都表現得很好，一般在約會的前幾個月或者 up to 到6個月，我們都可以是自己的 best performance。 对，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人，然後有一些其他的來访，就大家也会觉得说，哎，我 date 的这個對象他對我特別好，就是可能他會尤其在一開始可能不太會特別注意說，哎，他對別的人怎麼樣，反正他對我特別好，就是那種捧在手心裡，然後什麼都會聽我的這種感覺。對，這種時候其實就尤其要注意他對別人的態度了，對吧？看看是不是有一個 consistency。這種時候很多這種情況我聽說的就是這些人對你很好，但是對他周圍的其他人就是都很粗魯，或者对他的父母不是很尊敬，不是很愛，等等等等，就是你会看到一些讓你很迷惑的這樣的不是很一致的行為，那你要怎麼去理解這個事情？會不會引發一些擔憂？就我覺得這個愛情的這種感受，它可能是一個瞬時的一件，或者說一個短暫的一個事情，但是關係和生活本身，他們是更連續的過程，所以要去經營這個連續的過程，就可能光有一個瞬時的感受還是不夠的，就是我們還是需要對這種關係相處有更多的了解。對，就是感覺我們的親密關係不光是有一個關係的構建，還有一個後期關係的維繫。我們親密關係當中的這種正面的積極的信號和負面的，對吧，要警示的一些東西，還讓我想起就是關係當中很重要的一個點，就是感恩這件事情。我們在關係當中，雙方2個人能不能互相去 appreciate 對方，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有一些人他其實在關係当中是一個習慣性的打壓伴侶的狀態，可能有些人是有意的，有些人是無意的，就那個話說出來總覺得讓伴侶覺得自己很笨，覺得自己很不行，自己很傻，什麼都做不好，都要依賴這個伴侶，對吧？這樣的相處久了以後，其實還是會給另外被打壓的那一方造成很大的一個心理陰影的。尤其是有一些人可能以這個打壓的名義，然後還表現的說我是為了你好啊，或者說為了指出你的一些問題。對，這就回到了經典的 PUA 的套路，对吧？你看你這麼傻，你這麼笨，你什麼都做不好，只有我能容忍你，只有我愛你，就其他人怎麼受得了你？对，所以其實一般在工作中，就是我在跟來訪討論關係議題的時候，也一定就是會提到自我。如果說一個健康的關係，它是2個健康的人，然後共同通過相處，然後共同構建出這麼一種狀態的話，那它的前提也是2個相對來說比較健康的獨立的個體。有一些來訪他可能會覺得說，就是自己在關係中非常 confused， 甚至覺得說我好像感覺自己在被消耗，就是被蠶食，對，這種感覺。对，這個時候我通常就一定會去試圖就是 support 他，然後讓他把這個注意力更多的也轉移到自己身上。就感覺這個就當來訪他覺得自己被消耗的時候，他是非常無力的。所以就是怎麼樣我們能通過一些方式，然後讓自己能重新找回這種 power 的感覺。我覺得這個點說得很好。我們其實在做很多這種個體諮詢，包括甚至夫妻諮詢的時候，其實有時候會注意到其中一方或者雙方都有這種感覺。首先他們要意識到觉得我在這個關係當中不開心，這個可能他們會有感覺，但是很多人要意識到說我在被消耗這件事情。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自我覺察力的，有時候我碰到的一些來訪可能都已經在婚姻中幾十年了，然後會開始慢慢的越來越清晰的感覺到我是沒有力量感的，我是沒有自我的，
我的個人需求是從來都放在最後的，沒有被滿足的，甚至他們有嘗試去提到自己的需求，被對方給壓下去了，對吧？然後慢慢的就習慣了這種我的需求不重要，那乾脆就不要去表達了。那這是一種非常沒有力量的感覺。对，或者說可能這个伴侶他滿足了特定的一些需求，然後但是對於其他的方面，尤其是我們說的這種精神上、情感上的看不到的這種需求，就完全的忽略。是，這個也是我覺得現在婚姻當中很常見的一個議題，尤其是在硅谷這邊也挺常見的，就是大家結婚之後覺得，我的老公老婆，對吧？我的伴侶好像幫我滿足了一些經濟上的安全感的需求，這個挺不錯的，但好像我的情緒上的需求，對方完全不能夠滿足，或者就很缺失，就是這個情緒價值從哪裡來？這是一個非常常見的議題，可能也不只是在硅谷這邊，但是我聽到的非常多，尤其是從女性那邊，很多的女性在結婚之後都覺得好像對方能提供的情緒價值挺少的。我在想是不是彼此之間能夠開誠布公的去溝通，這些就很重要。雖然我們不是說要指望對方一定能夠按照我們的意願去改變，對吧？這個有時候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能溝通，或者雙方都願意做一些調整，是不是會對這個事情有所幫助？對，其實這種溝通和調整，我覺得它也是親密關係建立的一種途徑，或者說一些機會。因為大家平時總說就是我和某某人關係好，或者說我們這個建立關係，可能通常大家會覺得我們認識的時間長，這是一個因素。然後認識時間長的話，有更多的了解。但我覺得這背後其實就是因為認識的時間長，然後相處的機會更多，所以互相去溝通然後磨合，甚至是通過爭吵，然後最後達成一種 compromise， 達成一種折中的這種狀態的這些機會更多。對 OK， 對，所以溝通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這個願意彼此配合，甚至去傾聽對方。因為關係當中確實讓我想到，很多人覺得自己沒有被對方聽到或者看到。對，對，而像我們剛剛說的，就是真誠，就溝通的前提，它一定也是以真誠為基礎，就是對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需求誠實。就溝通肯定不是說一方為了打壓另一方，然後去。是的，是的，對，所以大家我覺得要能夠有這個能力去甄別。什麼樣子的溝通是良性的，對吧？積極的、滋養型的，什麼樣子的溝通是打壓式的？是以某一個人的這個目的、某一個人的利益為唯一出發點的。對，這兩者之間其實還是有很多不同的。對對，那一山說這個打壓，其實也讓我想到，就是在我們的語境中，我們有人說打是親嘛，是愛，就是大家從小，我相信肯定很多人，就是我們確實這個教育然後包括父母對我們的一種態度，就是肯定也是會有這種批評、打壓的這種情況時有發生。是，然後可能很多的人們他在長大之後，他就會把這種打壓當做一種很熟悉的一種表達，很熟悉的這種模式。是，就覺得我小時候大家說大人說批評你是為了你好，為了讓你不要再犯錯，所以他可能在成年之後，他也會覺得可能我的伴侶他打壓我就是不是一種傷害。但是其實呢，這種傷害它可能在潛移默化中它也發生了。對，是一種我覺得隱藏型的這種陷阱吧。親密關係中的隱藏陷阱有時候是挺可怕的，因為我們自己都認識不到，我們會覺得這個好正常不都是這樣嗎？因為我們的第一任這個親密關係的模型老師就是我們的父母嘛，我們小時候看到的是什麼，這個會對我們之後的自己親密關係的構建造成一個很大的基礎影響，對吧？基礎模型就是那個你之後
除非你很積極的去了解、去學習、去體驗，你能夠慢慢的去弱化你小時候父母的親密關係對你的影響，要不然你會不自覺的走入那個那個模式裡面，或者以為那個模式是對的，這個就會影響你之後你怎麼對待你的伴侶，或者你如何允許你的伴侶去對待你。对，確實父母家庭，雖然感覺近些年的原生家庭理論就層出不窮，好像很多人都會突然像發現了什麼一樣，說原來都是因為我的父母啊，或者原來都是因為家庭。但其實我覺得也有一點想要去 clarify， 就是家庭確實有着很重大的影響，但是好像並不代表說就是我已經被他決定了，或者說我的所有的一切一旦我發現我好像沒有做得特別好，在關係中有一些比較負面的感受，我就全部就說這都是原生家庭的錯。其實這種受害者心態也是要小心，這種受害者心態。對，大家也是对於這些受害者心態需要有一定的小心，有一定的警惕的這種覺察的能力。对，我覺得這個說的也很好，尤其你剛才提到的這個點，就是原生家庭會影響我們，但是它不能決定我們，對吧？我們其實每個人在人生中是有自己的覺察，可以做自己的選擇的。就是我們是在生活中沒有100%的這種自由權，因為我們會受到環境的影響會有一些生活中的局限性，但是我們有一定的選擇權和決定權。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內在的力量感。那有時候在工作中，就像剛才溫蒂提到的，在工作中如何去支持來訪者，如何去支持大家，讓你們能夠從自我對接到自己的自我，真正的找到我內在的那個小声音，我内在的那種力量感，我如何更多的可以感知到并且說出我的需求，然後去重新塑造我想要一個怎樣的生活和關係。对，覺得這種跟自我的這種 connection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礎。然後我們想要去更加滋養這些連接的話，我覺得通常就比如說我們通過學習更多的知識，然後了解更多的一些相關的理論或者說運用一些資源，這些其實都是可能我們上一代父母或者說家人他們比較匱乏的一部分。对，我還是很喜歡那個現在很流行的那個詞兒叫重新養自己一遍，對吧？對，從某種程度上是，你可以看到溫蒂的工作方式還是蠻柔和的，就是怎麼去幫大家慢慢的意識到，我自己的某一個部分是不是需要被滋養？可能每個人不一樣，對吧？有的人可能確實我忽略了自己的某一些部分，我需要更多的去滋養它。那我怎麼去鏈接這個部分的自我？我怎麼去更多的滋養它？我可以做一些怎樣不一樣的事情？或者我以前有做到哪一些事情，其實對自己是非常有好處的，我沒有意識到，我可以把這一部分再去加強。那這些我覺得可以通過自學，可以通過看書，但是很多時候也可以在心理諮詢師和諮詢師一起去做這樣的探索和成長。所以我們也聊了很多關於親密關係的議題，然後也希望觀看我們節目的大家對於我們今天的討論有所收穫。那溫蒂在節目的最後，關於親密關係和自我內在的一個構建感還有什麼你覺得很重要的這個 last wisdom 想要 share 給大家的？對，我覺得就是大家不用特別的着急，因為自我構建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可能一直到我們這個死亡之前都會一直發生的一個過程。對，然後我們人類在英文中我們叫 human being， 就是我們是一個一直在 being someone 的一個過程。所以其實就是我們和物質這種 fixed 固定不變的狀態是不一樣的。我們無論發生什麼，或者說無論看起來好像這個情況有多麼的是一種困境，或者多麼的不可更改，但是我們總是能就是抱着這麼一種意圖去尋找一些改變的出口。然後我覺得這樣子的意圖，這樣子的一種 mindset， 它就是改變的一個開始。
对，非常好，慢慢来，不着急，对吧？人生是一段很长的旅途，我特別喜歡你說的 human being 是一種 being。好的，謝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也謝謝 Wendy 來做客。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對話，或者你想要預約 Wendy 的心理諮詢服務我會把 Wendy 的聯繫方式和網頁呢都放在我們節目的下方，大家可以直接去查看。好的，謝謝醫生。好，拜拜。